一个看似平凡的日本女性漫画家，却因为有着一种特殊能力而闻名。她能通过梦境预见未来。从1976年开始，漫画家龙树亮养成了一个习惯，将自己做过的特殊梦境详细的记录下来，有时候还会将这些梦境转化为自己的漫画作品。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似普通的梦境记录，后来竟然多数的应验了，让他成为了日本乃至全球关注的预言家。那漫画家龙树亮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他的梦境预言涉及面很广，有自然灾害、名人的离世、社会事件等多个方面，且精准的令人震惊。例如，他在1996年梦到一场大海啸，就精准的预言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以及海啸。他在1976年梦到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丘利因感染传染病去世。15年之后呢，这一梦境成为了现实，甚至连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意外死亡也在他的梦境预言之中。更令人惊讶的是，龙树亮声称自己在2021年7月5日做了一个清晰的梦，预见2025年7月将发生一场超过100米高的大海啸，这场灾难将对日本以及周边地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这期影片我在网络中收集了近70篇资料以及叙述了部分夸张和不合理的描述，还原了最初龙树亮预言的原始样貌，并且归纳了预言中一些有趣的规律，可以说是嘎嘎带劲，嘎嘎精彩。那这期影片我们就来一起研究龙树亮的预知梦究竟是超自然现象，还是某种科学尚未解释的人类潜能？他的预言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现象或者规律？为什么有些人对他的预言深信不疑，而另一些人则持着怀疑的态度？那本期影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剖析，探索在预言中那个即将发生的大灾难。大家好，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的每一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虽然没有什么人看，但真心希望能给大家呈现一个精彩的故事，好让我能早点迈过盈利门槛。感兴趣的话，希望您在这个小频道多停留一会儿。如果您能点个赞或者奉献一个订阅的话，那真的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虽然现在订阅连130都不到，但每一个订阅者对我来说都是支持着我继续往下走的动力。所以本期影片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彩蛋，也是一种方法来回馈长久以来您的支持。回到正题，龙树亮于1954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的横滨市。他的预知能力早在童年的时候就初见端倪。9岁的时候，一场重感冒让他不得不卧床休息。那在无聊之际，他就开始思考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思考的那个哲学问题，特别是在看完 Kimoji 的日本影视作品之后啊。那思考的内容就是我为什么存在。突然一种 Kimoji 的感觉就席卷而来，他仿佛灵魂出窍，意识咔嚓穿透了屋顶，一路120迈就飙升到宇宙的高度。然后他就俯览地球，看到了一位白胡子老头啊。那大家别以为我是自己在这儿叭叭叭瞎白话，虽然我的用语通俗易懂，但这些都是根据资料记载的叙述，只是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叙述风格。他这种超乎寻常、难以用常规经验来解释的经历，很可能是在他幼年的时候，一个特殊的契机激活了他的松果体。那这个白胡子老头仿佛是一个跨越次元的智慧生命，洞知一切，就在他的心中播下了一颗预言未来的种子。那这段描述其实是有些意义的，在后面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他会梦到这个白胡子老头。那我们继续往下讲，时间到了他21岁的时候，龙树亮踏入了漫画行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养成了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随身带着速写本。这个习惯也成了他记录那些神秘梦境的重要方式。那到现在为止，他已经积累了43本的梦境记录，最早的一本编号为神奈川1975，扉页上写着：当笔尖触碰纸面时，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龙树亮的速写本里，早期的梦境记录经常是包含大量的具象元素。例如在1976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预言弗雷迪之死的梦，梦里有一个详细的画面被他记录了下来，就是他梦见咖啡杯上污渍的形状，与1991年现实中新闻发布会真实的事故现场照片相似度高达92%。那这种细节的高度相似，在常规的梦境中几乎是不太可能的。1975年，龙树亮凭借对漫画的热爱，在漫画杂志《月刊公主》发表作品，正式踏上了漫画创作之路。然而作为一个少女漫画家，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她的作品一直不温不火。毕竟在日本，现在职业的漫画创作者就有5万多人，那算上兼职和爱好者加在一起能达到10万人之多。那她漫画生涯的转折点从1980年开始啊，不是说她画画的口碑越来越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开始频繁的做奇怪的梦，并且经常是一做完梦就把这个当作素材开始创作漫画。那可以肯定的是，这在当时人们并不买账，因为本身那个年代日本好的漫画都层出不穷，大多数人都不会买这本描述云里雾里、
情节含糊的漫画来看。时间来到了1994年至1998年的时候，龙叔亮将自己的梦境整理的漫画进行连载，漫画名字为《我看到的未来》。那这本书就是本期影片思路形成的起因，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这本书在1999年发行合订本，就像我们之前的分析那样，它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关注龙叔亮也在当年隐退离开了漫画界。可谁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买过这本书的人就发现，书中记录的一些故事和漫画中隐藏的一些不容易发现的细节，一件接一件的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我所预见的未来这本书封面上赫然写着2011年3月大灾害，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后来这不仅仅引起一时的轰动，还发展成了各种谣言的起点。那随着书中的预言事件越来越多的被现实验证，尤其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之后，龙叔亮和他的漫画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越来越火。我所预见的未来也成了绝版的一书难求的漫画，在亚马逊上被炒成了天价。2021年，越来越多的冒充者出现，并散布很多虚假的预言。龙叔亮决定重新出山，出版了这本《我所预见的未来》完全版，新增了更多梦境的内容。其中最吸引人关注的，他提到2025年7月5日，日本将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1/3的日本国土将沉没。那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了轰动，让龙叔亮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龙叔亮在这本《我所预见的未来》中记录了15个预知梦，其中大部分已经应验。这些梦境涉及有自然灾害、名人的离世、社会事件等等。那预知的准确性也很高，里面包含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丘利之死。1976年11月24日，龙叔亮做了一个梦，梦见电视里播放了英国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丘利因感染传染病而离世的新闻。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个梦当回事儿，只是随手的画在了一张漫画的草稿纸上。那在之后的1986年11月28日，他再次梦见了皇后乐队，这次所有的成员都在，只有主唱不在，变成了一尊铜像。那这个梦境就再次预示了弗雷迪的离世。然而在第一个梦15年之后，1991年11月24日，弗雷迪·莫丘利真的因艾滋病引发的肺炎去世，享年45岁。那这里我们似乎能找到一些规律，他的梦可能是以5的倍数为原则去预知未来的。第一次做梦是弗雷迪去世前15年的时候，那第二次做梦是去世前5年的时候，而且都是11月20号左右，与最终应验的时间相差无几。那另一个很神的预言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1992年8月31号，龙叔亮梦到了戴安娜王妃抱着小朋友的照片，他就在日记中把这个梦记录了下来，当时并没有明白它的含义。5年之后的1997年8月31日，那这又是一个5的倍数，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因车祸去世。那时间与预言完全吻合。这里面有个细节，龙叔亮的手稿里记录这个梦境的日期标注有一些模糊，像是9点10-8，后面还有一个问号，这个细节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可能不是预言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日期，而是他真实做梦的时间是8月9日或者10日，问号代表着不确定。但在书籍出版时，编辑为了增加效果，强行加上了做梦的日期是8月31日，就让这个预言看起来像是提前5年精准到天的预言。虽然现实中并没有精准到天但是准确性还是非常的高的。阪神大地震的预言。1995年1月2日，龙叔亮梦到在日本神户地区发生了重大的灾难，他在日记中画下了2条龟裂撕开、残破不堪红色大地的画面，并写道15天后神户大地就会开裂。果然15天之后，1995年1月17日，神户发生了7.3级的阪神大地震，造成6400多人死亡，上百万人受灾。那这场地震也是20世纪日本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这也是他的预言梦和现实中的事件时间间隔最少的一次，只有15天。日本东京311大地震。那1996年3月11日的时候，龙叔亮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站在高楼的阳台上，俯览着一个被海啸摧毁的城市。他看到手表显示的时间是5点，但不确定是上午还是下午。2006年他又做了同样的梦，这次他看到了地点东日本，于是他就在日记里追加了这件事。15年后，2011年3月11日，又是5的倍数。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了9.0级大地震，引发的海啸高达38.9米，导致上万人丧生，还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这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兆亿日元，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那龙叔亮的重大预言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公开了1981年的速写本，
画中描绘的裂缝状海底地形与震后海底测绘图惊人的相似，速写本中的日期与实际地震发生的日期仅相差12天。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分析显示，龙树亮梦境中描绘的板块运动模式与311地震的震源机制解析吻合度高达89%。1995年，龙树亮做了这样一个梦，梦到2020年出现一种病毒，在同年的4月慢慢开始消退，这种病毒又在10年之后卷土重来。那现实中2020年全球的病毒疫情爆发，虽然并没有预知所说的在4月开始慢慢消退，但当时日本的疫情确实在4月份达到了一个小峰值，并且在随后平息了一小段时间。那这个预言显然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啊，尤其是预言疫情开始的时间。虽然预言的后半部分10年之后的事儿还无法验证，但前半部分还是很准确的。那么最被人们关注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是他关于2025年的预言。1999年7月5日，龙树亮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悬浮在空中，他看到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发生了一场大爆炸，爆炸的巨大威力让海底开裂并涌出岩浆，引发了高达100米的巨大海啸。这场灾难导致了日本地区1/3的土地都消失了，地形也被大幅度的改变。2021年7月5日，他再次做了这个梦境的追加梦，这次他看到灾难发生的时间是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在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境里，他悬浮在万米高空，就像小时候第一次做的奇怪的梦境一样，整个世界像是被巨人揉捏的橡皮泥一样扭曲变形。菲律宾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裂开了狰狞的伤口，两条巨龙状的阴影在海底翻滚。他在自己的漫画中记录到，突然位于日本和菲律宾中间的海底开裂喷发了，其结果导致海面巨大的海浪向四面八方扩散，太平洋周边的国家受到大海啸的袭击。那这次海啸的高度大概是东日本大地震的3倍左右，受到海浪冲击的陆地被挤压隆起。地质的改变让香港、台湾、菲律宾都成了相互接壤的样子。那这个预言引发了全球好奇人士的关注，特别是随着2025年7月5日日期的临近，人们对此既感到恐惧又很好奇。龙树亮甚至在梦中预见自己可能会在这场灾难中死去，当然他的预言经常是很隐晦的指向现实。很有可能这个梦境预言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末日，而龙树亮的这个故事我们往后讲的话，慢慢的你会了解它大概率的也是一个都市传说，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焦虑，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某些自然灾害而毁灭。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毕竟在动作电影这一块，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己国家的邻居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对，除了上述很多著名的预言之外，龙树亮还记录了许多其他的预言梦。1982年4月25日，龙树亮梦见一位年轻的摇滚音乐家会死亡。10年后的1992年4月25日，日本歌手尾崎峰倒在街边因抢救无效逝世，年仅26岁。公园凶杀案，1989年8月27日，龙树亮在梦中看到了一个洞穴和一名光着脚、穿着浅蓝色长裙的女生死亡。1年后的1990年8月27日，他在一个公园散心时，竟然看到了与去年梦中见过相同的洞穴。当天的新闻就报道了一名穿着浅蓝色长裙的女生死在了洞穴中。那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个梦的时间并没有5的倍数，那这也是唯一一个并没有发生在指定时间规律的梦。龙树亮还曾经梦到过自己的葬礼是在7月15日，结合他对2025年大海啸的预言，他预感自己可能会在这场大灾难中丧生。富士山喷发，1991年8月20日，龙树亮梦到富士山山顶冒出黑色的烟，随后突然一阵巨响，岩浆喷发。按照他预言的时间规律计算的话，这个预言很可能在1991年之后的15年，也就是2006年，或者是之后的第30年2021年应验。但是这2个时间都没有发生。龙树亮解释说，这个梦境应验的时间最长可能是2081年。那就信不信由你了，我是费劲能等到那一天了。1981年6到9月期间，龙树亮多次梦到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地区发生大海啸，这也是他的家乡啊。那按照15年原则推算的话，在1996年和2011年都没有发生。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一个可能发生的时间，就在明年2026年。那通过我们之前分析的这么多龙树亮预言的案例，小伙伴们应该不难发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规律。他的预言通常按照5年、10年、15年、25年的时间间隔应验。这种以5的倍数为周期的时间密码，或许就是破解他预言的关键线索。具体来说，龙树亮的预言梦应验的时间通常是5的倍数，而大型事件则往往是15的倍数。如果大事件的预言梦
在15日或者15年之后没有应验的话，会再分别加上15日或者15年。例如弗雷迪·莫丘利之死在1976年梦到，1991年应验，间隔15年；戴安娜王妃之死1992年梦到，1997年应验，间隔5年；阪神大地震1995年1月2日梦到，1995年1月17日应验，间隔15天；东日本大地震1996年梦到，2011年应验，间隔15年；全球疫情1995年梦到，2020年应验，间隔25年。那这种时间规律并非巧合，而是龙数量预知梦的一个显著特征。剑桥大学时间物理实验室还特意说过，它的预言如果从时间旅行的角度去理解，似乎符合诺维科夫自洽原则。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时间旅行可行的话，时间旅行者可以回到过去，但他无法改变历史进程。任何可能导致逻辑矛盾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变为0。也就是说，宇宙会通过各种巧合和因果闭环，让时间旅行者的行动最终与历史自洽。那这里面玄学成分过多，我们就浅讲一下，就不展开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给我，我会专门做一期影片来讲时间旅行。那关于龙数量的预言书，我们可以把书中的预言梦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只跟自己周围的人有关的，那另一种就是大范围无差别伤害，也就是灾难性的预言。在他所有的预言梦中还通常有一个共性，那第一点就是细节，他的梦境往往包含大量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经常在现实中得到精准应验。例如之前我们说过的1976年预言弗雷迪之死的梦中那个咖啡杯上的污渍形状。那第二点就是反复出现的现象，一些重要的预言经常梦到不止一次，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出现在他的梦中。如2025年大海啸的预言，他在1999年和2021年都做了类似的梦。第三点，象征性元素。龙数量的梦中经常出现象征性元素，如海啸代表着灾难，富士山喷发代表着社会的动荡。第四点，宇宙视角。通常他的一些重要的梦都有一个很高的视野，或者是宇宙的视角，仿佛灵魂出窍，从高空俯览地球。那这种视角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梦境中极为罕见。那随着大量的梦境记录和现实中的事件进行对照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一套基于他的预知梦的一些解析符号。当然这不是我总结的，那这些神秘学家研究龙数量的资料中就说，他的梦中一般出现的白色元素代表着死亡，准确率为79%；猫的出现象征着女性，准确率高达83%；狗在梦中象征着友善或者真诚；蛇则暗示着隐藏的危险。1989年，他梦到黑蛇盘绕在公园长椅下，后来就在现实中对应了公园凶杀案中凶手藏尸的细节。那梦中出现价格这个元素，一般对应着年龄，准确率高达76%。手表显示的时间常预示着事件发生的时间，如东日本大地震，梦境中的手表停在了3点11分。最终地震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连月份日期都精准对应。龙数量在日记本里写过这样一句神奇的话，我认为是很神奇啊。表盘上的指针像是命运的刻度，当梦境的时间与现实重合时，就像2把钥匙插进了同一把锁。听到这里，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神？像不像2个平行的宇宙交汇的那一瞬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思路，看看龙数量的预言中有没有一些不自洽的元素。就像我们上面提到过那个戴安娜王妃的时间争议，时间可能是被编辑篡改的。龙数量在预言311大地震的时候也存在了很大的争议，那为什么呢？1999年漫画封面写着2011年3月大灾害，但事实是几乎日本每年3月份都会发生各类的灾害。那这么一看的话，这些预言的描述就显得有些笼统了。统计显示，龙数量记录的15个预言中有7个存在时间或者地点的偏差。剑桥大学心理学团队计算过，一个人每年做梦的总数有1500个那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也每天记录自己梦境的话，这些年下来总会有几个能够碰巧对应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另外，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脑会在回忆梦境的时候自动填补一些细节，也就是人在回忆一个梦境的时候，会把之前梦中的景象描写得更加的丰富细腻，而这多出来的细节是我们后添加进去的。但是大脑会错误地认为这是之前梦境中本身存在的内容，也就是说，龙数量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潜意识里将梦境与现实强行关联。就像我们平时偶尔会觉得，刚刚发生的一幕似乎在梦里见到过。那最后我发现很多讲过这个故事的人没有提到一点，这样会夸大这本书的现实作用。那我说出来也希望大家不要打我，就是漫画出版的时间节点，1999年《我所预见的未来》出版时，
书中预言的阪神大地震、弗雷迪之死已经发生过了。所以已经发生过的是啊，你说我之前梦到过这个，我只不过是把之前梦过的画面添加到了书里面。那这种马后炮式的出版方式也被质疑是商业营销。有的读者就发现，最早出版的漫画中311地震的描述的一些细节是没有的，是在2011年之后再版时才补充的一些细节。那2021年完全版的书中突然加入了2025年大海啸，那这个时间节点正好也是全球灾难片非常热映的那几年，大多数是根据玛雅预言中的世界末日题材衍生的各种作品。这种末日的题材就本身很容易引发传播，很多人就说这个预言就是一种单纯的消费公众焦虑。那网上反对的言论五花八门，有心理学、曼德拉、平行宇宙、量子力学、时空褶皱猜想，甚至连量子纠缠都能给你套进去。那这些我就不过度解读了。那最后还是有一个玄学的说法，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简单的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说龙叔亮做的所有的梦和预言都是一些高维度的智慧生命安排好的，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理解和相信预言的合理性，而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在最终的大灾难来临之前提前做好准备。那这个大灾难就是关于2025年7月的预言，而这个高维生物就是影片一开始我们提到过的龙叔亮小的时候梦见的那个开启他预言梦的白胡子老头。那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着急划走。还记得影片一开始我们提到过的福利彩蛋吗？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还可以的话，欢迎您点赞留言或者订阅这个小频道，让我的频道早日突破1000个订阅大关，或者留言给我，告诉我你做过什么神奇的梦。如果你对我所遇见的未来这本书感兴趣的话，请在下面的详情页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这本书的相关学习资料发进你的邮箱啊，放心是免费的，也作为回馈大家的小礼物，礼物不大，请不要嫌弃。龙叔亮的故事虽然只是个故事，但是它给了我们重新审视梦境的契机。或许正如他在漫画最后一页所说，我所画下的不是未来，而是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希望。那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们下期再见。